怎么样让自己做的汤圆煮的时候不破皮，冰冻后不开裂，吃起来软软糯糯，不会变稀。关键在于汤圆皮的配方和制作过程。今天我们将制作2种口味的汤圆。我们接下来先制作芋泥馅，把芋头用蒸锅蒸熟，上气后蒸大约20分钟。蒸熟的芋头用筷子一按就会碎开。趁热取出200克蒸熟的芋头，加入45克糖、50克牛奶、3克紫薯粉、15克炼乳、20克无盐黄油。用机器将所有原料打成糊状。芋泥糊的状态是粘稠细腻的。用不粘锅将芋泥糊的水分炒干。如果你喜欢吃流心馅的汤圆，可以省略炒馅这个过程，把芋泥馅炒至光滑并爆成团就完成了。将芋泥馅盛出来，盖上保鲜膜放凉后使用。我们接下来制作黑芝麻馅。用120克熟的黑芝麻，加入20克炒香的花生，50克糖，把这些原料一起粉碎。加入20克蜂蜜，加入40克猪油，也可以用椰子油、食用油替代。如果你喜欢吃流心馅的黑芝麻汤圆，可以多加一些油或者添加一些淡奶油。将黑芝麻馅料放入冰箱冷藏至变硬后再使用。用保鲜膜盖在盘子上，防止馅料粘连。把冷却的芋泥馅分成每个12克，然后搓成小球。把冷藏变硬的黑芝麻馅分成12克一份，搓成小球。把2种馅料放入冰箱进行冷冻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汤圆皮。用360克水磨糯米粉，加入250克室温水，把水分成4到5次加入。混合好的糯米粉呈松散的状态，但也可以用手轻松地捏成块状。先把糯米粉放在一边，我们继续下一步。用40克橙粉、小麦淀粉，加入50克沸水，把原料搅拌均匀。用沸水烫过的橙粉呈半透明的状态。用保鲜膜将橙粉面团包起来，放凉后使用。称出70克糯米粉面团，
把这70克糯米粉面团用沸水煮熟。当糯米粉面团漂浮起来后，再煮2到3分钟就可以捞起来了。把糯米粉面团放入凉水中进行冷却。加入沥干水分的熟糯米粉面团，加入冷却的成粉面团，加入15克猪油、椰子油或食用油，把原料抓拌均匀后倒在面板上进行揉搓。我们也可以用机器来揉糯米粉面团。在揉搓糯米面团的初期，我们可以感觉到它没有什么延展性，搓开后它就会断裂。经过反复的揉搓，直到糯米粉面团获得很好的延展性为止。糯米粉面团揉好后，我们取出一部分，加入紫薯粉，揉成紫色面团。把紫色面团和白色面团搓长后拧在一起，经过几次反复的折叠，然后搓成条状。盖好糯米粉面团，防止水分流失。把糯米粉面团分成每个15克，然后揉成小球，放在一旁松弛。接下来我们来包汤圆。取出冻硬的芋泥馅，在手上抹一点糯米粉，然后把汤圆皮按出一个小洞，把芋泥馅填入小洞，然后把汤圆皮捏冷后搓圆，汤圆就做好了。黑芝麻汤圆也用同样的方法制作。盖好汤圆，将汤圆放入冰箱冰冻2小时，待其完全冻硬后，立即用塑料袋密封保存，这样可以长期冷冻保存。接下来我们来煮汤圆。水煮沸后，用汤勺搅一下水，让水旋转起来，这时候放入汤圆，它就不会粘在锅底。当汤圆漂浮起来后，再煮1到2分钟，汤圆就熟了。我们来尝尝自己做的汤圆吧。这样做的汤圆，每一颗都圆润饱满、晶莹剔透，吃上一口 Q Q 的，
又香又糯。元宵节快要到了，喜欢的朋友赶快做起来吧。2小时后，汤圆已经冻硬了，用密封袋把汤圆保存起来，用来送亲戚送朋友都是极好的元宵节礼物。